下午，梁家见梁康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。康康，怎么了？娘，你们快去看看，阿婷睡着了，一直叫不醒，但是鼻子还有出气儿。啊，不必惊慌，这孩子想必是一路上没睡个囫囵觉，让他睡吧，没事的。这孩子从北周来，千里迢迢要躲避各种袭击，想必是心力交瘁。先回去吧，照顾好他。梁康点头，这才拉着跟着跑过来的阿宝又跑了回去。江婷这一睡就从下午一直睡到了晚上，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看见一张胖乎乎的小脸蛋，那双葡萄般的大眼睛在仔细地盯着自己。小哥哥，你是猪吗？这么能睡。梁康始终记得自己娘亲提醒的，阿婷很可怜，一定要对她好。阿宝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干娘说阿婷是因为路上太累了，再说了，咱们几个现在就你最像猪仔。阿宝一屁股坐在炕上，瞪了一眼康康。我是胖，但我不是猪仔。我听我爹说，我们家的猪很快就要生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让我娘去买一个，我也要养一只。阿婷，你要不要？给你也养一只，等你带回北周。江婷被几双干净清澈的目光盯着，竟然也忍不住地点了点头。康康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哇？我娘让后厨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有我们爱吃的蹄花，还有几道北周菜。这天晚上，所有的孩子都住在了梁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在梁康的带领下，一群娃浩浩荡荡地朝着李壮的摊子走了过去。李壮叔叔，这是阿婷，是我们的新伙伴，你给她来一碗大的面条子，加块把子肉。李壮叔叔，我也要吃把子肉。不行啊，阿宝，你爹交代了，这些天不让你吃把子肉。你爷爷说你去年过年的时候胖了5斤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，李壮也收到了赵家的叮嘱。阿宝眼巴巴地瞅向了其他的小伙伴，期待他们也能分自己一块。大家都摇头，只有江婷在点头。别给他吃，别给他吃。在阿宝愤恨的目光中，几个娃吃了早饭，就又浩浩荡荡地去张家找张尚书了。孩子们，今天我们要去清河街。几个娃都瞪大了眼睛。阿宝又想起了清河街的点心，他眼睛亮亮地盯着张尚书。江婷瞅见这几个人这样的反应，心中猜测，这清河街约莫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。抱着这样的疑惑，江婷跟着张府的马车晃晃悠悠地来到了清河街。一路上，热心的梁康一直在给江婷解释，之前清河街就是有点像烟花柳巷，不过干爹之前经常带阿宝来买点心，以至于很多大人也跟风带小孩来买，所以逐渐的就变了味儿，是吧，张爷爷？张尚书点头。爷爷，我们今天来学什么哇？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博情怀。阿婷不错，可还知其他？梨花似雪，草如烟，春在秦淮两岸边。张尚书点头，视线又看向其他娃娃。张爷爷，是金陵的秦淮河吗？我爹之前跟我说过，说金陵的秦淮河比京城的清河街还好玩，姑娘们也都很好看，让我以后长大去看。张尚书无语的扶额。你爹真会说。我不知道秦淮河，但是我知道清河街有家秦淮人家做的鸭子可好吃啦。我也知道，我也吃过，很好吃。眼瞅着话题要被带跑偏了，张尚书赶紧打开马车的窗户，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。结果一开窗，阿宝半个身子都要趴出去了。小哥哥，这家的米花可好吃啦，这家的肉又好吃，这家的茶叶煮蛋好吃，还有这家的。张尚书闭上了眼睛，假装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也没有看见。沈正跟在毛13的身后，瞧见张尚书带着一群娃娃进去听曲了，他诧异地指着那地方，朝着毛13问道：那是小孩子该去的地方吗？那里又不是乌烟瘴气的地方，小孩当然能去了。我们大小姐妹上学的时候，一天能去2趟呢。那家糕点确实好吃，哥请你吃吧。人怪好的嘞。
来到京城的这几天，江婷被几个孩子带着，很快就融入到了这里欢快的生活节奏中，瞧着跟一个寻常的小孩没什么不同。赵府前院里，不让阿婷学点什么吗？整天跟着阿宝他们疯玩，等过完年呐，我就再教阿婷学几个方子。他在北周没办法当一个孩子，只能日复一日的拼命。在京城就让他做几天小孩吧，如果以后遇到难过的事儿，想想这些开心的回忆也能撑下来的。我和阿恒小的时候过得太惨，好在有彼此，也算是撑过了后来那么艰难的日子。哥哥，长毛甩了我一身水。大宝，阿婷，快按住长毛！大哥，猪也跑了！孩子们的喊声从里面传了出来，几个大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腊月28这一天，阿宝刚吃完饭，人就被赵恒给喊住了。姐姐，干什么哇？我们还要出门呢，我现在可忙了。赵恒将旁边的秤砣给拿了过来，一看见是称重，原本还想跑的阿宝很是主动地跑了过来，哼哧哼哧的道：姐姐，原来你喊我是称重哇！老爷昨天说我瘦了，不是你称称哇。于是一家人就看见赵恒又跟称猪仔一样将阿宝给称了起来。姐姐，我是不是轻了哇？我今年过年是不是可以多吃一些了哇？还有李庄叔叔那里，你能不能跟李庄叔叔说一说，别不给我把子肉吃了哇？你姥爷说你瘦了？对哇，老爷说我看着瘦了。啊，你姥爷眼花了。咋样？我胖孙女多少斤了？真瘦了。老郑国公有些心虚的道：我瞧着阿宝确实是瘦了。阿宝也跟着点着小脑袋。自己看吧，比月初重了3斤。姐姐，你快放我下来，快点！阿恒啊，快放人！阿宝肯定是勒住了。赵恒冷笑了一声，刚把阿宝放下，阿宝撒腿就往后院跑。阿宝啊，你跑啥呀？爷爷给你把脉检查一下。老药王跟在后面追，生怕阿宝出事儿。下一秒，阿宝的大嗓门嗷嗷的在赵家的后院里传了出来。爷爷，我要去拉屎。康康说拉屎多一些，人就会轻一些。江婷默默的捂脸。阿宝果然还是以前的阿宝。你们大小姐看起来不太聪明。你们家小主子就聪明了，看起来跟个石头一样，屁也不放。你咋还骂人嘞？两个侍卫正在低声对骂呢，宫里的圣旨又到了。不好，宫里来人了，我要去护住小主子。皇上有旨，宣北周王除夕之夜进宫参宴。除夕不可以哇，除夕我们要在一起吃饭的。你可不可以问问皇上哇，能不能改签哇？大太监一脸的懵逼，他活这么久，也是第一次碰见跟自己商量圣旨的。阿宝，你拉完屎了？你过来，让你娘再给你称一遍。一听这话，阿宝嗖的一下子又跑开了。你们倒是来个人接旨啊！师傅，他们家不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小太监都已经习惯了，赵家一直都是这样的德行。阿宝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把虎头鞋脱了再称一遍。江婷原本是站在一边等着阿宝的，结果下一秒人也被赵恒给拎了过来，顺势也来了一波称重。阿婷有点轻啊，不行，这些天得给你好好的补补。确实很瘦，比阿宝瘦多了。老爷，我姐姐说你眼神不好使。郑国公心虚的没说话，梁康他们一窝蜂的冲了进来。阿宝，张爷爷家今天早上做了梅菜饼，我们快去吃。公公，你又来了呀？爷爷跟他们说过的，不用怕这些公公，因为厉害的不是公公，是公公背后的皇上，这就是狐假虎威。你在跟我问好？二爷，公公来喊我小哥哥去宫里吃年夜饭，可是年夜饭我们要一起吃哇。公公，不能换个时间吗？中午吧，
除夕的中午吧，晚上我们还要去看烟花。这京城里，就算是世家大族，哪个见了他不得恭恭敬敬的？他可是御前大太监，可这杏花街简直是离谱。公公，你回去问问皇上哇。还有啊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，皇上管饭的话吃啥哇？赵小姐也要去？我不是赵小姐，我是赵大姐。行了，阿宝，跟着康康他们去张家吃梅菜饼吧。公公，你回去问问皇上吧。阿婷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改成中午得了。真是晦气。张府，张尚书在前院教孩子们读书，张夫人和张将军夫妻俩在后院忙活着过年的事情，就看见后厨那边一趟趟的往前院送东西。我说，这群娃锦衣玉食的，怎么时不时的就跟饿死鬼一样，吃了这么多？家里又不缺这点儿，难得他们喜欢吃。快点，再送点过去。听说小少爷他们要出门去兰花街了。去兰花街？爹带他们去兰花街做什么？张夫人也不搭理他，自顾自地忙着。你咋不回答我呀？人要幸福有个秘诀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秘诀？不要多管闲事。你现在啊，跟梁家那个母老虎越来越像。如果夫君也不想去守祖坟的话，就请老实一点。张夫人说完，只觉得神清气爽。男人嘛，你当他是回事儿，他就是；你不当他是回事儿，他就是个屁。待会儿我要出去趟，你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张夫人就昂首挺胸地往外走了。爷爷，这条街上有没有好吃的呀？我们来吃过几次，都没碰见特别好吃的。孩子们，先别看吃的了，抬头看看这条街吧。一群娃看了过去，就瞧见兰花街，但凡那些比较气派的家族门前，都是熙熙攘攘，很是热闹。很多人赶着马车来送礼，送礼的络绎不绝。张爷爷，这是送礼吧？于哥他爹娘就是这样的。那我问你们，他们为何要送礼？因为他们有所求啊。我娘说了，送我们去书院，她也花了钱的。是的，因为有所求，所以日后等你们长大了，切记，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每一个馅饼都有需要我们付出的代价。旁人来恭维你的时候，也有目的，所以你们要始终擦亮眼睛。孩子们重重地点头。阿婷，你如今是北周王，日后需要管理北周。我今天虽然带你们来看这些，但是你也要清楚，水至清则无鱼，要想一个贪官都没有，可能性太小了。你是上位者，须得明白知人善用，用人之道也是育人之道。江婷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他觉得脑袋里好像有一些思路在逐渐清晰。干爷爷，那个人送的什么哇？怎么闻起来那么香？宝啊，我说的话你是一句没听啊。老爷，我去问问吧。毛13看见阿宝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张尚书无奈之下只得点头。好像是鸡的味道，真香。阿宝平常连鸡这个字都没办法完全写下来，但是隔着那么大老远，鸡的味道他倒是能闻得出来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家这鸡在哪儿买的？你咋知道这食盒里是鸡呀？你给我金叶子，我也不能跟你说。我们家府上可是很重视这吃食的，所以才拿来送礼。在下毛13，杏花街赵家，我们家小主子想吃。毛13觉得这个令牌估计是比金叶子好用得多。那管家一听是杏花街的赵家，果然愣了2秒，就将地点告诉了毛13。所以这天上午，在研学结束之后，张尚书就在毛13的带领下，带着一群孩子到了那条深巷里买烤鸡。掌柜的，还有鸡吗？因为来得有些晚，所以只剩1只了。哇，好香啊！阿宝他们扒拉在一边，张尚书没有凑上前，就在后面等着孩子们。不过他的视线还是被卖鸡的这个老板给吸引了。这个中年男人不知为何瞧着有些眼熟，
这张脸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什么？你们只能卖半只？这里不是有一只吗？老板，卖给我们吧，我们有钱。小娃娃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爹每天都要吃半只，剩下的半只要给我爹。哦，原来是给你爹爹哇，那我们就要半只，我以后也要给我爹爹养老的。你们这么多人，我给你们切成小块吧啊，分着吃。愿意吃的话，明天可以早点来。几个娃不约而同的点头。老板给他们切完，就将剩下的那半只鸡送去了后面屋子里。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张尚书看见了一张有些面熟的脸，那个老者太面熟了。张爷爷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张尚书点了点头，只不过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有些沉默。马车回到赵府门口的时候，孩子们已经将鸡块给分好了，张尚书的嘴里也被塞了一块。几个娃分工结束，还剩一块鸡屁股。我爹爹爱吃鸡屁股，这个鸡屁股给我爹爹留着。爹爹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赵府小花厅，大人们都被阿宝安排着坐在那里，然后阿宝就一小块一小块的开始分烤鸡。我跟13毛说了，明天一大早让他去买鸡，今天就不分给他们了，明天买了我们再重新分，今天每人只有一小块哇。阿宝就一块一块的分着。走到赵恒这里的时候，他十分熟练的将那鸡屁屁分给了赵恒。哎呀，阿宝啊，这可是好东西，爹舍不得吃，给你吃吧啊！把你那个鸡叉骨给我。爷爷之前说过的，小孩不能吃鸡屁屁，得给大人吃。我们不是要尊老爱幼吗？是不是？那你把这块还给你爷爷。阿宝真的犹豫了。一旁的老药王一脸无语地瞅着赵恒，哪有这么坑爹的呀？哎呀，快点儿！你爷爷乃奇人也，他不走寻常路，也不吃寻常东西，这一等一的好东西必须要先给你爷爷，去吧。可是爹爹，我奶奶也是一等一的重要，还有我姥爷，这里有3个老人哇。赵恒一听，阿宝这是将宋氏和老郑国公也给拖了过来。我知道了，13毛，快去帮我拿刀，我要把这个鸡屁屁切成3块，分给我爷爷奶奶还有姥爷。毛13可是胖大宝的忠实侍卫，他赶紧去拿刀。老药王蓦地起身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要出去一趟。爷爷，鸡屁屁还没吃呢。大奶奶，你走不走？宋氏点了点头，两个人也嗖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转身就走。阿宝没拉住，最终又握着那鸡屁屁噔噔噔的跑到了赵恒的身边。赵恒刚要开口，下一秒嘴里就被塞了一块鸡屁股。那这妈了个巴子，赵阿宝！爹爹，等我以后长大了，赚钱了，每天都给你买这个吃。哼，你可真孝顺啊！阿宝自顾自的点头，肯定的点头道：嘿，那当然啦，你是我爹爹哇。阿宝，娘喜欢吃什么你还记得吧？我知道，娘亲喜欢吃肉夹馍。哎，对，以后啊，等阿宝赚钱了，给娘买肉夹馍吃。阿宝点头，看着这胖墩墩很是开心的在花厅里窜。赵恒捏了捏自己的眉心，只觉得白头发都要气出来了。干爹，我来给你送好吃的了。春玲，我去后院了啊！一听二丫的声音，赵恒预料到不对，可是二丫跑的那个快呀。干爹，阿宝说你喜欢吃鸡屁股，这只烤鸡是娘从康康家的酒楼里带回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哼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吃了吗？阿宝刚才也吃了一块啊，小孩吃了能长高呢。二丫疑惑地看向阿宝，下一秒，赵恒立即捂住了阿宝的嘴。干爹，我爷爷让你有空去一趟，他说他想要找几本书，想问问你有没有，但是我和弟弟不认识字，所以没办法跟你说。赵恒抬脚就往外走，赵恒一走，二丫，那个鸡屁屁我没吃，都被我爹爹吃了，
全都进了我爹爹的嘴里。怎么进的我嘴里？阿宝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张府，赵恒一来，原本在院子里收腊肉的张将军嗖的一下子就躲了起来。赵恒全当没有看见他，朝着张尚书的书房那边走了过去。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您老找我，应当不是为了找书吧？前太子太傅记得吗？因为替江州百姓申冤，被打断腿那位。我今日带孩子们去买烤鸡，看见了他们一家，此人心怀慈悲，又满腹经纶。阿婷是个好苗子，须得有人教导。我怕多生事端，明日一大早，你就出发去一趟吧。何必明日？自然是现下就做。告辞。赵恒起身，朝着张尚书道别。看着赵恒大步走出去的样子，再看看缩在角落里数腊肉的自家儿子，张尚书叹了一口气。果然呐，桃李满天下，自家结苦瓜这话是一点错都没有。爹，你能不能说说我媳妇儿啊？别让她整天跟那个母老虎混在一起了。滚吧！张尚书懒得搭理他，轻飘飘地扔了2个字：阿婷啊，过来。江婷也没有问什么，快步地朝着赵恒小跑了过去。啊，干爹，你要带阿婷去哪里啊？能不能带上我们？藏书楼去不去？啊，大丫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梁康立即转头，假装去跟大丫说话了。至于在梁康身边的胖墩墩，也嗖嗖地转过了小脑袋，留给他爹一个胖乎乎的背影。我带你啊去见个人，待会儿什么话也不必说，就站在那儿就可以了。江婷乖乖地点头。爹，外面来人了。谁来了？让你这么试探？我瞧着有点像赵恒。赵伯伯，他们认出你了。就是让他认。过了大概也就1-2分钟，中年男人快步走了出来，朝着赵恒他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这是秦老，叫人。秦爷爷好。哈哈哈，秦老，这是北周王江亭。赵恒仿佛是相当熟悉的，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了。哎呀，他呀，这一个孩子孤苦无依的，秦老博学多识，也该有个徒弟传承。阿婷是个好人选呐。你仿佛一句话也没让我说吧？不过虽然如此，秦老的视线还是在江婷的身上转了转。过来，让我瞧瞧。这皇上的性格吧，您老比我清楚。京城不是久待之地，不如去北周一走。况且秦兄的手艺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我今年又试着新烤了一只乳猪，我去带给你们尝尝去。说着就离开了屋子。你有谋反之心，你有谋反之心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都读过什么书？说来听听。一老一小就这么聊了起来。赵恒见2人在聊，他就起身朝着外面的中年男人走了过去。你别找我，我爹和我的事儿，我们互相不掺和。他爹当初贵为太子太傅，但是他不喜欢读书，也不喜欢从军，只喜欢做饭烤东西。他爹也没有干涉，一度还成为了朝堂的笑话。哎，你这个乳猪能不能多分我一些呀？今儿个吧，我女儿来买烤鸡，结果呢就买回去半只，这一群人分了分，他也就吃上那么一点鸡肉。这，哎呀，那个说要给他爹养老的是你闺女，也有点胖了吧？还是少吃油腻的。听闻你一直未婚，不懂养孩子的难处。你说吧，这从那么小一个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哎呀，也挺不容易。要饭就要饭，别提成不成亲的。等到江婷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小半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了。赵伯伯，秦爷爷没说什么，只说让我回去等消息。走吧，回家啊。爹，这个赵恒之前不是8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吗？怎么今天话这样多呀？人总归会变的。这2天收拾收拾东西吧，别出摊了。过了元宵我们就出发。姐姐，这是猪肉吗？真好吃，
能不能再去买一点哇？不用买，可以现做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是烤乳猪啊，把你的猪烤了，会有更多的猪肉的。一听赵恒这话，阿宝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哇的一声嚎了起来。行了，嚎什么？别人的猪都可以烤，为什么你的猪不能啊？为什么他的猪不能呢？阿宝也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。阿宝站在原地想了好一会儿。姐姐，不能吃胖胖，因为胖胖现在是只大猪了，可以吃大喜家的猪仔，大喜家的猪仔是小猪仔。阿宝，前2天你还说也想要一只的。阿宝捂住耳朵，假装听不见看不见。姑父，宫中的夜宴，当真要去吗？宫里暂时还没有动作，最晚明天，莫担心。安平啊，别愁嘛，你想想啊，该担心的也不是咱们，宫里啊，现在才应该担心呢。宫里的人都2面3刀。安平在宫里待着的这些日子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即便是年纪很小的皇子，也是好几副面具。2面3刀是什么意思啊？皇上还记得不？皇上经常不管饭。皇上就是个2面3刀，面上喊你去吃饭，背地里找人暗杀我们，这就是2面3刀。爷爷，2面是什么意思？3刀呢？安平啊，给他讲讲。安平的脾气相当温和了，他朝着阿宝招招手，阿宝立即哒哒哒的朝着安平的身边跑了过去。康康，你知道2面3刀的意思吗？我只知道2面金黄。阿宝中午刚提过宫里的事儿，宫里大太监又来下旨了。大太监这次学乖了，他放低了身段，很是恭敬地将一张菜单递给了赵恒。皇上令老奴将此菜单交给北周王看一下，时间还是定在年30的晚上。不过宫中也安排了烟花，请北周王出席。爷爷，你能念给我听吗？念菜名啊，好，来，你念啊。油炒小白菜，油炒小青菜，油炒笋干，油炒……皇上家里是不是没钱了哇？怎么都是炒菜哇？爷爷，都没有一个肉肉吗？大太监在一边皱眉，菜单他都亲眼看过了呀，哪有这些青菜呀？都是些极好的荤菜。宫里还特意打听了一下这群孩子们的口味，都是按照他们的口味来的。公公，你们怎么能请人在大过年的吃炒菜呢？娘的，赵恒狗贼！几个孩子都认真的仰头看着大太监，大太监一脸的无语，他一脸谴责的看着赵恒。那你让他们自己看。大太监一把接过菜单，然后就朝着阿宝道：你看这头菜是不是燕窝鸡丝汤？你看这是不是撩毛猪羊肉？大太监可能是被气到了，所以他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大。可是公公，这些菜我都不认识哇，我只认识这个猪羊毛。你呢？你认识吧？公公，你的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，我也不认识啊，我也只比阿宝聪明一点儿。你们呢？公公，我爷爷说了，人什么剧来着？二丫。行了，大太监算是看出来了，怪不得刚才赵恒给自己菜单的时候那么笃定呢，原来是一群小文盲。公公，宫里的烤鸭好吃，能不能给我们送一点哇？大太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都炸了，一气之下，他就带着人离开了。我不喜欢吃菜，阿宝也不喜欢吃。皇上那么有钱却那么抠，我娘说了，男孩子抠会找不到媳妇儿的。阿宝也听不太懂，但是也跟着点头。干爹，今晚带阿婷去清河街看花魁吧，今晚好像有花魁表演，我娘给买了票呢。赵恒还没有说话呢，康康又说道：阿婷，你肯定没去过青楼，就是味道有点熏人，都是胭脂味。但是我娘说很多人会在青楼谈生意。阿婷之前在县城的时候，你不是跟着阿宝去过青楼吗？去过。县城的青楼跟京城的肯定不一样，你在北周肯定没办法去。我爹之前说很多青楼的姑娘学识都很高，卖艺不卖身。你爹呀，
也算让你长了见识。我爹之前还给了我一本册子，说是江南那边有名的地方。等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去看。我不看花魁，我要看他们有没有好吃的。今晚去看看吧，干爹，带阿婷出去玩。一旁的沈正也已经习惯了，他总算知道纨绔子弟是怎么养成的了，还听曲儿呢。于是孩子们的晚上就这么定下了。姐姐，我要看点心单子，你说让我吃的。这谁家的呀？说实话，这男人我只是猜测，但是这群娃貌似是杏花街的，上次还去兰花街买东西吃呢，我有印象。杏花街那群胖娃是吧？那这前面的男人肯定是赵恒啊！天哪，我竟然看见了风将军！你们别说话了，演出都要开始了。感情您来的晚还指挥上了啊！把你们那个点心单子送过来。爷，咱们百香坊的贵客们今晚的点心都是不收钱的，敞开吃。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咱们百香坊的厨子都是从江南请来的，厉害着呢。您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。赵恒看了一眼这一串孩子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小二退下来的时候，瞧见几个侍女一直眼睛冒光地瞅着赵恒的方向。我好心提醒你们几句啊，看一看就行了，别动什么歪心思。之前隔壁楼有不长眼的往这位爷身上贴，直接被卸了胳膊。啊，他这么吓人吗？看起来是个脾气很好的呢。我瞧见那个小女孩往他身上擦渣渣，他都没生气。那是人闺女，你们能比得上吗？快点的吧，要开始了。赵阿宝，你今天要是敢把鼻涕擦在我身上，明天我就送你去上学。阿宝立即收回了小爪爪。我什么也没干，我什么也没干。不得不说啊，花魁确实是花魁。康康他们眼睛都看直了，点心也顾不上吃了，只有阿宝哼哧哼哧的一直在炫点心。江婷坐在一边，她自小经历了太多，对于外面的东西几乎是从来都不吃的。老姑姑，你吃吧，我吃过了，没毒的。江婷被阿宝看着，只得也拿起一块尝了尝，味道确实不错。阿宝吃饭的时候，下巴仿佛一个漏勺一样，一直不断的往下掉渣渣。江婷就给他拍开。阿婷，别管阿宝了，让他自己吃就行。哎，快看花魁跳舞，好不好看？江婷对跳舞不感兴趣，她侧头看了看赵伯伯一眼。赵伯伯果然也没怎么看，时不时的拂开阿宝蹭在他身上的点心渣渣。至于小二他们，则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他发现啊，前排的这群娃娃们实在是太能吃了，尤其是那位大小姐，真是能吃啊。赵阿宝啊，赶明儿个我送你去学琴吧。姐姐，我不喜欢弹琴，娘亲说要是我不喜欢可以不学的。爹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我觉得我不会喜欢。阿宝仰头皱着小眉头，一脸不情愿地看着赵恒。孩子们时不时的就很捧场的嗷嗷一波，原本不少人还对这花魁抱有不轨之心，可被孩子们这一搅和，也只剩下鼓掌了。回了北周啊，不必将自己勒得太紧，来这种地方呢，也并不会变坏，只要你内心始终坚定即可。你要利用起周遭所能利用的所有地方，这些声色犬马之地，往往是消息最为灵通的地方。江婷仔细地听着，在能自保的前提之下，你可以做回一个孩子。虽说要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是啊，某些时候还是需要让自己开心的。如果一直紧绷着，阿婷，你即便是撑过来了，也不会觉得开心。江婷想了想，好似又想开了什么，她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花魁演出的最后，百香坊要抽一名幸运观众，梁康最终成了那个幸运儿。这位小公子要听什么曲儿？花魁姐姐，你知道《壮汉歌》吗？花魁面如菜色，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。《壮汉歌》是京城这边的小曲儿，原本是由那些建造宫殿的工人们所创，主打一个接地气，所以这曲儿多是干体力活的时候唱的。
哇，我爱听，我爱听。这梁少爷似乎一点也没有他爹那般的怜香惜玉，看起来像是个脑子不好使的、不懂风情的小纨绔啊。这天晚上，小二是近乎哭着将这一群娃给送走的。阿宝边走边说道：“你们家的点心真好吃，下次我还来。”下次您可别来了呀！这壮汉歌一唱，我们百香坊马上就要成为清河街的笑话了。明天早上我要吃2个烤鸡腿。13毛，你别忘了，很早就要出去买烤鸡哇。毛13一动不敢动。人都关门了，我去哪儿买烤鸡呀？主子，我去哪儿买啊？这怎么办？无妨，你一大早的就飞进他们院子里蹲着就行。行吧，蹲就蹲。康康再见，大宝再见，大丫二丫再见。赵府门口，阿宝一个劲儿地朝着几个小伙伴挥挥手，然后就哼哧哼哧地去爬门槛了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要回去睡觉了，一觉醒来就有烤鸡腿吃了。13毛，记得买2只哇，你们上次没吃到。”阿宝还不忘叮嘱，毛13笑得比哭还难看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秦老父子俩一推开屋门，就发现了蹲在自家院子里的2个人，被吓了一大跳。小的是赵家侍卫，名毛13。我们家小主子实在是挂念你们家的烤鸡，命小的连夜来蹲。烤鸡可以，但你得回去问问你家主子，能否保证我们平安出京。一听这话，毛13顿时来劲儿了，他拍了拍沈正的肩膀道：“你留在这儿，我回去找主子。”也就1刻钟多一点，毛13带着几个人来了，为首的一人朝着秦老行礼道：“在下9毛，奉主子之命。”这赵家的侍卫怎么都按毛来排啊？不应该按赵吗？难不成赵恒的小名叫毛蛋？于是乎，这天大早上，9毛很是自然地在跟秦老拉呱。主子说了，等令郎考完这波，就护送你们转移，直到15那天，再由更厉害的人接手，一直安全护送你们到达那里。9毛在跟秦老说话的时候，毛13跟沈正就蹲在了秦萌的身边。秦萌嫌弃地看了2人一眼，说道：“我又不会跑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失信。主要是我俩也插不上话，还不如在这守着呢。”赵府，阿宝洗漱完之后，被赵轩牵着走到小花厅的时候，远远的就闻见了桌子上的香气。他噔噔噔地跑上前，果然瞧见了桌子上摆着2只香喷喷的烤鸡。阿宝，你看什么呢？快点坐下吃。哥哥，我再看看鸡屁屁还在不在。赵轩下意识的觉得不好，果然在的，还在的，快把鸡屁屁给我爹爹留着。赵恒正巧走到小花厅外，听见这动静，他冷笑了一声。冷笑归冷笑，在今天早上的分烤鸡行动中，就连毛13都分到了2块肉。不过赵恒的盘子里除了2块肉，就是2个鸡屁屁。太好吃了，明天过年还能吃吗？大小姐，我今天问过了，烤鸡的他们要回老家过年了，所以明天没有了。回家过年哇。爹爹，烤鸡的那个大叔家里是不是也有宝宝啊？他肯定回家看孩子去了。约莫这是吧。沈正站在一边，心里直摇头。赵将军真能睁眼说瞎话，那秦萌根本就是从未成亲的，哪来的孩子一说？好吧，大家都要过年，那我明天就不吃烤鸡了。李庄叔叔今天好像也要回家，我们要给他送东西。啊？哎呀，你要送什么啊？说给我们听听。阿宝哼哧哼哧的从怀里摸出一个小荷包，鼓鼓囊囊的。赵恒隐约闻到了一些药味儿。这是我自己抓的药药，是风寒的，送给李庄叔叔。康康说了不能给钱钱的，我们是朋友，不能用钱打发的。坐在一边的江婷接过了那荷包，她打开仔细的瞧了瞧，确认没什么差错。姐姐，我会抓药啦。赵恒也不敢多说，生怕阿宝再拿自己当试验品。
所以只是稳重地点了点头。阿宝，阿宝，该出发了。阿宝擦了擦小胖爪，抓着荷包就哼哧哼哧地跑了出去，还不忘拉上一边的江婷。看着一群胖墩墩聚集在赵府的门口，宋氏和老药王忍不住朝着安平和赵轩打趣道：你们俩呀，也该多出去玩玩，别总窝在家里。两个小少年看似都稳重了许多。杏花街口，李壮和媳妇儿已经收拾好了一切，夫妻俩就安静地站在这里，等着约定好的那群胖娃娃。咱们准备的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些寒酸啊？都是些腌菜和土特产。怎么会啊？阿宝他们是朋友，看，他们来了。李壮伸手指着前面跑过来的一群娃，夫妻俩看着那群孩子天真的笑脸，两人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。大家交换着礼物，最后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刻。你们要快点回来哇！李壮夫妻俩也跟着挥挥手。阿婷，张爷爷说明天上午带咱们出去逛，今天我带你去下馆子吧。江婷还没有说话呢。哎呦，正巧碰见几位，大人不在吧？大太监瞅见一群孩子在这里，而且也没有那个狗赵恒的身影，他立即凑了过来。这是老奴从宫中带过来的图谱，都是根据明晚夜宴的菜色画出来的。你们瞧瞧，有青菜吗？有那么多炒菜吗？我们得找大人的，我们都是小孩，啥也不懂的。这时候你们给我整这出了，这时候啥也不懂了。总之，最后大太监这行人还是到了赵府，不过他赶在赵恒开口之前，让人将昨天连夜绘制好的彩色菜谱给铺了开来。阿宝好奇地凑在一边，看着那些很让人有食欲的图画，开始流口水。赵恒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：北周啊，老奴已经一请再请，您明晚可去。皇上听闻你们要看烟花，明晚也会在城墙上放烟花。江婷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小哥哥，你不在我们家过年了吗？阿宝虽然要流口水了，但是还是很担心小哥哥。大小姐要是喜欢，可以一起去宫里呀。阿宝仰头看向赵恒，眼巴巴的。赵恒点头，去啊。你顺便呢问问公公，能不能带上爷爷奶奶还有姥爷他们一起去？公公可以吗？虽说早有准备，这一大家子都要去，但是赵恒主动开口要求去，他就觉得有诈。他们赵家每次这么热情的时候，他总觉得瘆得慌。公公，我能不能带长毛去哇？长毛他们也是我们家的，我们要一起过年的。这是长毛？阿宝重重的点头，指着角落里的一只很胖的猪道：他是胖胖。哎呀，这么大，应该能做很多菜吧？胖胖不能吃，胖胖是我的猪。只有死了的猪才能进宫里呀。不过赵家这猪确实养得不错，挺胖的，应该挺好吃的。阿宝啊，公公还没有回话呢，你让公公商量一下啊。大太监一脸的无语。娘的，我这2天到底要来回跑多少趟啊？姐姐，皇上为什么一定要让小哥哥进宫过年哇？为什么呀？请君入瓮啊，我听不懂。姐姐，你能不能说小孩能听懂的话哇？喊阿婷进宫，肯定是皇帝想让阿婷付出点什么，或者是想对阿婷动手。所以明天进宫的时候，阿宝也要警惕，所有的东西都要验过之后才能吃，知道吗？阿宝乖乖点头。安平之前在宫里待着，见多了肮脏事儿，此时听着江婷明天要进宫，他有些担心的道：姑父，让阿婷进宫，会不会是羊入虎口？无妨，用之前老招数就可以了啊。赵恒仿佛是全家的主心骨一样，他这样说完，大家都放松了下来。至于宫里，还是在这天傍晚传来了消息，说是到时候让赵府派人在宫外一个空地看着猪和狗，人去宫里吃饭，宠物们在宫外。眼瞅着已经将宫里给逼急了，赵家也就同意了。鉴于明天就是除夕了，这天晚上阿宝已经兴奋得睡不着觉了。
娘亲，明天我穿什么衣服啊？王春娘看了看摆在床上的那一套套衣服，阿宝，不如咱们每套都穿一遍看看吧。阿宝，不如咱们每套都穿一遍看看吧。哪套好看咱们就选哪套，好不好？听见娘亲这话，阿宝很是赞同的点了点小脑袋，然后就开始了他的换装之旅。赵恒是大半个时辰以后过来的，他进屋的时候，王春娘朝他比划了一个嘘的手势。嘘，睡着了，累的。赵恒看了一眼旁边那摞成一堆的衣服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让王春娘在一边坐着，他开始默默地收拾了起来。由于衣服太多，所以光收拾也收拾了好久。这买的有些多了。几个长辈都买了不少，今年还没试鞋子呢。阿香那边也寄了一些。赵恒也没有再说啥。真快啊，又要过年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宝的院子简直是一片兵荒马乱。一大早的，他自己爬了起来，开始翻找昨晚的新衣服，又去找新鞋子。等着阿宝将衣服鞋子给穿好的时候，他又将魔爪伸向了守在门口的长毛，又开始用红绳给长毛扎小辫子。赵轩来院子里领人的时候，第一时间看见的就是一只生无可恋的喜庆狗。哥哥，快点帮我给胖胖也扎一个，要公平。阿宝，别给胖胖扎了，胖胖太大了，要是太引人注目的话，被人骗走了宰了怎么办？阿宝还是很听哥哥的话的，听见哥哥这样说，他就放弃了那离谱的念头。今天上午干爷爷要带我们去长安街看看，我带了一些铜板板，我会买好吃的给你们带回来的。赵轩看了一眼阿宝那勉强有些宽松的衣服，他挑眉没敢说话。兄妹俩走到前厅的时候，赵恒他们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那肚子不勒得慌？不勒哇，根本就不勒。都是新衣服，今天上午出去尽量别扯坏了啊！除夕这天可不行动针线的。阿宝点了点头，看见饭桌上有饭菜，他哼哧哼哧的就往高脚椅上爬，结果下一秒，一道呲啦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胖墩墩整个墩呆在了原地。赵轩见此，赶紧抱着阿宝就往后院跑。赵恒呵了一声，然后就很熟练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。哥哥，我的衣服破了！那对自己的体重就没点数。上午，张尚书带着孩子们出去研学的时候，阿宝起初是有些闷闷不乐的，因为一大早就将新衣服给扯坏了。可是到了繁华的长安街，他顿时又活了过来，小脑袋一直趴在马车的窗户上，除了熙熙攘攘的人声，时不时的还有爆竹声。这就是我们之前学的爆竹声中一岁除。一年就要过去了，你们看，有的人家已经提前挂好了桃木。张爷爷，前面的爆竹声音大，我们去前面玩。上天哪，我对阿宝是真的束手无策呀。我今天带了不少铜板，待会我们还可以买糖葫芦。大鸭二鸭很快就被阿宝带跑偏了，二鸭甚至还往张尚书的荷包里摸了去。张尚书是一脸的无语啊。行吧，他们张家真是结了一串苦瓜，儿子是苦瓜，孙子也是苦瓜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大鸭二鸭成亲生子的时候，总得瞧见曾孙不是苦瓜，他才能松口气。毛13跟在阿宝的后面，阿宝买了大包小包都是零嘴儿。就在阿宝兴致冲冲地往大兜兜里摸铜板的时候，小爪爪忽然摸了个空，他立即低头仔细地检查着新衣服，也不是娘亲缝的哇，也没有漏铜板板。张尚书瞧见阿宝的铜板花没了，他刚要提醒阿宝既然没钱了那就别花了呗，然后就看见阿宝回头瞅了瞅他的战利品们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我爹爹说了，有多少钱就花多少，有多少铜板就过多少铜板的日子。听见阿宝这样说，张尚书忽然沉思了下来。
父母的教育对孩子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。我儿子那般蠢笨，是否是因为以前没有好好的培养他？在他还小的时候，妻子就去世了。那几年，我都过得浑浑噩噩，更何况儿子了。阿婷，你为何不借给阿宝钱，或者给阿宝买？赵伯伯说了，不准借钱给他。我就知道，阿宝要是借钱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跟他算钱。肯定要算哇！我姐姐说了，亲兄弟还要算账呢。要是我哥哥借了我的钱，也得还给我的。要是大哥就是不肯还你呢，那就把哥哥之前的东西带走。好了，阿宝，我们该回家了。还有，大哥借你钱的几率很小，你借大哥的几率比较大。张尚书笑，也就趁机带着一群孩子们回了杏花街。这次进宫只带了阿宝和江婷2个小孩，其他的娃娃都在杏花街等着阿宝他们。姐姐，我今天只能吃5分饱吗？康康他们不是还等你们回去来个第2场？阿宝，在宫里勉强吃点就行。万一宫里的东西很好吃怎么办？那也要少吃。赵轩想了想，在阿宝耳边说了一句什么。阿宝眼睛一亮，朝着赵轩不断的点头。阿轩，宫里可怕的很。你当它是皇宫，就是皇宫。阿宝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里是饭馆。安平赶紧捂住了阿宝的嘴。一家人就这么进了宫里，裴文帝自然是不可能光请赵家一家的，还有其他的世家大族，只不过这些人见了赵恒都避之不及，也不主动上前搭话。人人都知晓裴文帝不喜赵家，所以不会当着他的面干这种事儿。赵恒他们从来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他们。一家人落座之后，阿宝就眼巴巴地瞅着大太监的位置。大小姐，有何事啊？公公，什么时候上菜哇？真的有烤鸭吗？当然有烤鸭了。至于上菜，那自然得等到皇上说完话。今日可是除夕呀，每年除夕宫宴，皇上都要说话的。那要等多久啊？皇上要说多久啊？估摸得大半个时辰。还有歌舞呢。很多小少爷和小小姐都在旁边的御花园玩，大小姐要是无聊也可以过去嘛。阿宝想了想，说是冬天，外面的园子里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，觉得无聊就出去玩一会儿，跟哥哥们一起。阿宝想了想，还是拉着江婷跟着赵轩和安平去了御花园。不要跟他们玩，不要跟他们玩。哼，我也不想跟你们玩，你们都笨死了，我不要跟笨蛋玩，会变笨的。哥哥，这里有个池子，下面有没有鱼哇？那池子上结了一层冰，不过也没人敢在上面走动。应当是有的，这冰瞧着很薄一层。阿宝玩得太嗨了，以至于宫宴都要开始了，还没有回来。裴文帝瞅了一眼赵家的位置，问道：北周王呢？难不成是准备年礼去了？裴文帝这话刚说完，一个胖墩墩哼哧哼哧地拖着一个好大的盆从外面走了进来。赵家娃娃，你拖的这是什么？阿宝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一旁的大太监已经惊呼出声了。皇上，您看这哪来的这么大的锦鲤呀？这大冬天的。裴文帝身子微微往前一倾，果然那木盆里装的确实是一条很胖的锦鲤无疑。你从何处带来的？裴文帝有些怀疑，毕竟他们要是从宫外带来这么大的锦鲤，宫门守卫肯定不会放行的。可是宫里好似没有这么大的锦鲤啊。就是在前面的水池里抓的哇，我用馒头渣渣把它引过来的。不过我娘说了，这样不好，浪费粮食。听见这话，大太监差点要跪下了。皇上，皇上，这莫非就是那条红宝锦鲤？宫中一直有传闻，
说御花园的池子里有一条很大的锦鲤，皇上甚至有次还命人下水去寻，可在池子里游了一圈都没有找到。可这就被赵家这个笨娃用馒头渣渣给引上来了。抬上来给朕来瞧瞧。大太监立即命人将那胖锦鲤给抬了上来。在锦鲤被抬走以后，阿宝有些无措地看向旁边的江婷。他不会有事儿的，他的年纪不小了，不会有人敢动他的。见江婷这样说，阿宝这才放下了心。回到座位之前，阿宝还喊了一嗓子：皇上，这就是送礼。裴文帝下意识揉了揉耳朵，皇上好兆头啊。我有点东西放他回去。这样好的祥瑞就该一直住在御花园里，住在皇宫里。皇上说喂他吃饱饱就放回去了。你看他安然无恙。什么羊？小哥哥你说的什么羊？阿宝听不懂安然无恙的意思。北周王，今日除夕，朕要问你一件事儿。朕听闻你如今无父无母，朕有意要收你做义子，不知你有意否啊？北周王，这样好的事儿，怎么哭了呢？我想我娘了，我今年都没有给我娘上坟。阿宝就坐在江婷的身边，听见小哥哥哭了起来，阿宝也没有忍多久，也跟着呜哇一声哭了起来。哭什么？裴文帝的头又开始疼了起来。皇上可知为何我们没有跟阿婷认干亲？难不成你们夫妻俩看好这孩子，以后想让他当女婿？我女儿要是真看上，义子也不会妨碍他们成亲。皇上要是不介意，可以去打听一下，当着孩子的面，我们就不说什么了。姐姐，什么是成亲哇？啊，什么是成亲呐？爹告诉你啊，成亲呢就是吃屎，你要不要成亲呢？哼，我才不要。这就对了。爹，刚刚那样说好吗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以后你敢让你妹随便嫁出去？赵轩想了想，好像也真是这么回事儿。裴文帝今晚憋的大招被江婷顺利化解，他心中不快，便时不时地瞅着赵家这个方向。然而当他再次朝着赵家这个方向看过来的时候，远远的赵家那个胖娃忽然朝着自己伸出了手。他嘴里在嘟囔啥？皇上，那个娃说要给你拜年，要压岁钱呢。皇上，阿宝给你拜年了。让阿宝说喜庆的话，他可是很会的，毕竟他靠这个可以赚钱，所以裴文帝赏了阿宝一小袋金叶子。真是难以想象，赵恒夫妻俩那样的人，竟然能养出会说吉利话的人。毕竟那夫妻俩可是连下跪都不会的。阿宝得了金叶子，很是开心。他小小的脑袋瓜里已经开始想象要用这些金叶子去买什么了。还不快谢恩？这么多人，可别显得赵家没规矩。大太监瞪了阿宝一眼，阿宝瞅了一眼大太监，两只胖爪爪就朝着大太监的方向举了起来。一看这架势，这疯娃不会又要给我拜年吧？他不会是上瘾了吧？谢谢皇上，祝皇上长命百岁。大胆，皇上是万岁。再多说一句，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了。皇上是个人哇，才不会活到1万岁呢。不过爹爹说了，有人说了很离谱的话，我要是不赞同，可以不说话的。阿宝啊，给右相拜个年吧。啊，当年要不是他呀，爹差点饿死在塞外呢。这话一出，原本还在喝茶的右相大气不敢出。这个爷爷过年好。哎，给他钱，给他钱。右相的脑袋都快要埋到怀里了。于是阿宝就又得了一个小金锭。阿宝就这样哒哒哒的从殿前回到了赵恒的身边。途中他不经意的往旁边瞅的时候，还有人主动朝他扔银锭。阿宝迷茫，刚要放下，就看见娘亲朝自己摇摇头。阿宝这才收下了银锭，跑回了王春娘的身边。
收下吧，这些银子我们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。至于金叶子，阿宝自己收起来。我会藏起来的，不让我爹爹发现。我会藏起来的，不让我爹爹发现。哼，藏哪儿啊？床底下？赵家人说话的时候，裴文帝朝着大太监吩咐道：派人去查一下江婷是否克父母，如果真的克的话，这个儿子确实不能收了。宫宴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裴文帝的目的也没有达到，所以没多久大太监就宣布城墙那边要放烟花了。公公，你们真的给长毛和胖胖他们准备吃的了吗？公公，宫里还有没有烤鸭哇？我想带2只回去给康康他们。公公，这个……大太监到底还是崩溃了。他碰见赵家真的是上辈子大概做了什么缺德事儿，才能在这辈子碰见如此缺德的赵家人。最后赵家人还是回家了。一回杏花街，阿宝就拿着打包的烤鸭还有那些金叶子，哼哧哼哧地往梁家的方向赶了去。梁家热乎的大炕上，阿宝正在分金叶子。小哥哥一个，大喜一个，大宝一个。康康，我们待会儿可不能睡死啊，还得起来收压岁钱呢。这好办，我让管家差不多此时的时候敲个锣就行。那我们吃完了眯一会儿啊，我爷爷说给我们准备了压岁钱。接近子时的时候，一道很大的敲锣声响了起来。收钱啦，收钱啦！爷爷过年好！好了，压岁钱早就准备好了，都在你枕头下边的，自己回去拿吧。行了，别喊了，你娘还在家里等着呢。姐姐，收了压岁钱，我是不是又长了1岁了哇？姐姐，那我什么时候能长到100岁哇？哎呀呵，等你爹我的坟头草啊长到你现在这么高的时候，你就100岁了。姐姐，什么是坟头草啊？长到我这样高吗？阿宝，你再问，压岁钱呢？你一个铜板都收不到了。赵府，阿宝回来的时候，又开始拉着江婷给爹爹娘亲他们拜年，每个人都收获了不少压岁钱。安平和赵轩也不例外，大家也没有什么困意，一家人就守在一起。我给你们把把脉吧。老药王突然开了口，一家人嘻嘻哈哈的好不热闹。老药王又将毛13等人也喊了进来，挨个把脉。毛13激动的在原地蹦跶。赚了，真大发了！阿宝玩了一晚上，刚才也只睡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撑不住了，也没有像去年一样掐自己的手不让自己睡，而是很有安全感的去找王春娘了。困了？阿宝点了点小脑袋，王春娘抱着阿宝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，哄他睡觉。没一会儿，阿宝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阿婷也去睡一会儿吧。江婷想了想，到底还是点了点头。孩子们都睡了过去，几个大人仍旧坐在这里守岁。阿婷年纪小又成了北周王，总感觉皇上还会有图谋的。自然是的，宫宴的时候他想收阿婷为义子，无非是想笼络，但笼络不成，他就要下狠手了。当今的皇上确实心狠手辣，要不咱们一家去北周？结果赵恒和郑国公都摇了摇头。不可，阿婷这个位置说到底是沈家给的，倘若我们大动静的搬过去，沈家人会如何想啊？阿婷在北周还需要沈家人的支持，所以我们去不了北周。哎呀，这孩子太小了，太让人担心了。老药王不住地念叨。王春娘和赵恒都没有开口说话，但是两人都清楚得很，裴文帝的骚操作肯定不只认甘青这一条。娘亲快看，姐姐给我的，喜欢吗？阿宝忙不迭地点头。康康已经在前院等着你了，说你今天要去他们家拜年。我们约好了，先去康康家，
再去干爷爷家，再去杨叔叔家、大喜家，最后来我们家。行，反正也不用上学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很快，王春娘就牵着阿宝往前院走。赵恒早就坐在那里了，跟平常一样，他手里又握着一本书在读。阿宝看见赵恒，噔噔噔地跑上前：“姐姐过年好，再给我一个金元宝吧。”嘿，你不诚心。干爹，我也祝你过年好，我也想要个金元宝。你们两个背首诗来听听，我就给。阿宝，你先背。康康，你先来哇，我还没想起来。两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推了5分钟都没有背上一句来。怎么，一首也背不上来了？要个什么金元宝？吃完麻溜滚蛋！姐姐，过年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背诗啊？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，今天康康家的厨子会做什么饭。明天去你干爷爷家，我看你能不能笑得出来啊？哎，干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张爷爷要考我们吗？怎么办，阿宝？我们今天还要看书吗？赵恒没有搭理两个娃，两个人吃完饭就带着江婷去找大宝和大喜了。只不过一群人刚到梁家，宫里又来人了。公公，你怎么又来啦？你都不过年的吗？你每次来都没什么好事儿的。你也不必如此实诚。北周王，皇上有旨，不少地方进京上贡，为了融洽各位的关系，请您即刻前往驿站休息，直至离京。公公，皇上让我去驿站，是不是想趁机杀了我？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北周王，如今所有进京的异姓王，还有一些小国的使臣，都在驿站住着呢。您也尽快过去吧，马车都给您备好了。我需要收拾下行李，公公稍等。管家，快把我的驴赶出来，我要带阿婷去收拾东西。大太监一脸懵逼地看着管家，很快从旁边拉出一匹小毛驴来，毛驴的后面拉着一个平板车。几个娃迅速地跳了上去，然后就朝着赵家的方向跑了过去。几位，等等老奴啊！公公，我们家的驴容易撂蹶子，你还是自己走过去吧。谁家少爷用小毛驴车呀？赵家前厅，赵恒听见孩子们说的这话，他把几个娃喊到了自己的身边，朝着他们低声交代了什么。阿宝啊，待会儿大点声啊。赵恒最后朝着阿宝交代了一句。阿宝点了点头，很是郑重。干爹，不对，还没给阿婷收拾行李呢。不必，你们先出发吧。公公，快救命！救我小哥哥！哇！救救我哥哥！我不要小哥哥死！驿站会不会有人偷偷杀了我？我不要阿婷死，阿婷你不要当这个北周王了。一群小娃娃嗷嗷地哭着，其中以阿宝的动静最大。阿宝，你今天声音真大。嘿，因为我长大了1岁啦，我比之前更大啦。接着哭，还没到驿站呢。下一秒，孩子们嗷嗷哭喊的声音就又响了起来。大太监原本就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所以一路都跟着这群娃。结果这群娃哭喊起来，他真的是没招啊！尤其是这群娃的动静，引来了路上不少人的围观。公公，我不要去驿站，我要回杏花街，我害怕有人在驿站杀我。公公救我！公公，快救命！救我小哥哥！不行，快点派人回宫告诉皇上，那几个娃的马车已经被拦住了。啊，你是不是杏花街那个赵家的孩子？就是之前宋州那家？是我娘亲他们在宋州。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要拐你们？
怎么哭这么大声啊？我不想去驿站，我觉得驿站危险。我喜欢待在小朋友身边。皇上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驿站过年啊？我还没有给我娘上坟。这么小的孩子去驿站，驿站那边住的大多都是外族人啊。总之，马车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其中不少百姓都认出了阿宝，还有人偷偷地给阿宝他们塞东西吃。阿宝虽然贪吃，但是这些东西也没有收。姐姐说过的，我们家很有钱的，不能要百姓的东西。但是那些炒花生好香啊！梁康掏出帕子替阿宝擦了擦哈喇子，然后就撺掇几个娃继续哭，直到大太监带着人焦头烂额地挤了过来。哎呀，小祖宗们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老奴这就送你们回杏花街。公公，万一你明天再送我们来怎么办？我害怕。公公，我爹娘都已经死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放过我。北周那边来的消息是，江亭这小子喜怒不形于色，小小年纪就果断得很，为何到了京城就成了一哭包了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群娃最后还是被送回了杏花街。公公，我要是不哭了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宫里的烤鸭吃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老奴一辈子都吃不了几次御膳房的烤鸭呀。可是我想吃怎么办？老奴办不到。姐姐，我们不用去驿站了，我们可以回家啦。赵恒此时已经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。为何不去了呀？你们去吧，爹待会儿也去。我们呢，去烤肉。听说驿站附近有不少外族人做生意，你们可以随便逛逛。什么？你们还要再回驿站？姐姐，驿站真的那么好玩吗？那当然啦，所以呀，你们就别下车了啊，继续去驿站吧，爹等会儿就到。赵将军，您真的要去驿站呐？您不能去呀！驿站那边住的很多都是赵恒的手下败将，他们非但没有胆子找赵恒打架报仇，而且听了他的名字应该就会闹啊！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这姐姐，我忘了带大水壶，你帮我带上哈。大太监皱眉，完了，只能说完了。于是在大太监不情愿的注视下，一群人又开始朝着驿站那边赶了去。驿站，北周王那个小屁孩要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驿站。驿站的门口，不少人都朝着路口的方向看了过来，毕竟软柿子谁都想捏一把。北周王来了，嘿，下车让我们看看呗。就是，听说北周王哭了一路，咱瞧瞧呗。再哭一个给我们看呐！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胖墩墩探出了小脑袋，大声地喊道：你们知道我姐姐是谁吗？啊，谁知道啊？就是，谁在乎啊？谁呀？我姐姐叫赵恒。赵恒？赵恒不是残废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不是早就销声匿迹很多年了吗？所以没有人将阿宝的话放在心里。这怎么办？这群蛮人怎么不讲道理呀？讲道理没用的，要讲拳头。康康，那些人看着就很壮实，咱们肯定打不过的。公公，你为何不跟他们说赵伯伯的事情？难道是想故意看笑话吗？哎呀，他这样一说，那战火不就引到我身上来了吗？这个小男孩啊，果然不是个好东西。果然，江亭这话一出，不少人的视线都朝着大太监的身上看了过去，而那道颀长的身影就是在这时候走过来的。多谢公公帮忙拖延时间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帮你拖延过时间呢？大家说的果然没错，这没把儿的东西啊，就是不靠谱。刚才是谁想要见我的？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，他们都不相信。你当真是赵恒？你不是残废了吗？你为何又变得如此强壮？
我遇到了一个医术很厉害的大夫。我知道，是我耀爷爷。耀爷爷医术很厉害，不过我耀爷爷年纪大了，一天也看不了几个，而且很贵的。江婷没有说话，但是心中啧啧称奇。这个梁康好似是有点经商的头脑。诸位如果有需要介绍的，可以报我的名字，应当会便宜一些。哎，不要听信他的鬼话，你们要是报他的名字啊，收的钱肯定会加倍的。咱们都是在战场上见过的，赵恒是个黑心的，你们都忘了吗？这话一出，现场都沉默了下来。让他们先考虑，咱们先去买东西，看看下午能不能在这儿烤肉吃啊。赵将军，您不回杏花街了？赵将军，您不回杏花街了？这他娘的，赵恒一家人不会把一战闹个底儿朝天吧？师傅，咱们不回宫吗？回个屁！就这样子，你敢回宫啊？另一头，姐姐，不是要去前面的集市买东西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来敲门哇？难道这里也卖东西吗？接着敲，力气大点。几个娃就很大力气的朝着人家的门上敲了起来。阿婷，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滇南王府。王府？哇，那肯定很厉害，咱们杏花街上还没有王府呢。干爹，那我们还敢开门吗？万一这个王爷打我们怎么办？我之前怎么教育你们的？该不该莽撞？几个娃同时摇头。不打没把握的仗。哎，这就是了。那如今既然已经打了，那就是有把握了。听见赵恒这话，阿宝喊的声音更大了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快开门啊！这大门终于开了，出来的是个管家模样的人。阁下，我们王爷昨日才到京城，如今正在休息，如果有事儿，改日再来吧。阿宝，你们听见没？这样的话就是拒绝了，毕竟改日是哪日？不想见为啥不直接说呀？还拐弯抹角的，怎么跟兰花街的人很像啊？嘿，你们是真敢说呀！这可是滇南王的驿馆呐。滇南王也是个暴脾气，这要是惹毛了，他肯定要当场发脾气的。告诉裴景，我想要10斤腊肉，让他尽快安排。谁准你这么说话的？敢直呼我们王爷的名字？赵恒笑了一声，就在门口等着。管事儿的瞧着赵恒有些吓人，赶紧回去找自家王爷。很快也就5、6分钟，一个身形消瘦的男人快步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边走边说道：你他娘的狗赵恒，大白天的你在这要饭呢？这多年不见，王爷似乎消瘦了许多呀。大太监又是一阵的头疼。听闻滇南王爱好女色，所以愈发的瘦弱。他平常最忌讳旁人说他消瘦，赵恒这话无疑是在挑衅他。果然如同大太监想的一样，滇南王直接对赵恒动刀了。江婷和大宝见状，赶紧护着几个小朋友躲到一边。赵恒和滇南王就这样打了起来。姐姐加油！滇南王本来就虚，又听见赵恒那胖闺女在一旁嗷嗷叫，他心烦意乱，最后还是败下阵来。你什么时候生了这么一个大喇叭闺女啊？哎，把腊肉交出来吧！啊，我们今晚还要烤肉呢。滇南那边的腊肉是出了名的好吃，这一点连大太监都知道。宫宴的时候他尝过一块，真香呐。滇南王扶着墙大喘气，挥手让管事儿的去拿腊肉。梁康好奇地凑到了滇南王的旁边，一脸好奇地问道：叔叔，你们家是不是也好多姨娘？我爹也跟你这样，因为我爹有10几个姨娘。哼，你爹那算个屁，老子28个姨娘呢，老子还有个王妃，7个侧妃。哇，叔叔你好厉害哇！康康家的姨娘会翻跟头，你们家的会不会哇？哼哼，别说翻跟头了，翻墙都会。大太监觉得自己都听不下去了。孩子们，走啦，去下一家买东西去喽。买东西？
你们刚刚给滇南王银子了吗？赵恒带着一群娃又去敲响了莫西的驿馆，听着好像是去要羊肉了。大太监跟着赵恒在驿馆这边窜了大半天，亲眼见证了赵恒的无耻不要脸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天傍晚，他和小太监几人就被人蒙了麻袋打了一顿。这个人肯定跟赵恒一伙的，他跟了赵恒一天，没想到赵恒竟然跟宫里的太监勾结，打他一顿。所以包括大太监在内的几个公公没有一人幸免，全都吃了闷棍。皇上，您看看，他们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，他们以为老奴跟赵恒是一伙的，就打老奴啊！极好，极好！你再去的话，人人都以为你是赵恒的人，做事也方便一些，懂了吗？大太监摸了摸自己肿起来的脸，也不敢说什么，他只有挨打的份儿。赵恒真狗啊！哇，好香啊！姐姐，这个肉肉好香啊！篝火旁边，阿宝嗷嗷地喊道。大丫二丫他们也很开心。当年呐，我在滇南打仗的时候，听当地人说过一个物种叫变色龙，它是可以根据环境的颜色改变自己的颜色。你平常是一个隐忍的人，哭可以让你面对皇上，你要逐渐学会变色，那是阿婷最为重要的一点。不要迷失了自己，心不要变。这些天嘛，你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要留意。那滇南王为何如此虚弱？莫西王为何看似蠢笨？因为他们都是变色龙。赵恒没有给他解答，他的猜测是对还是错？这权力、富贵、女色，每一样都是考验，勿忘初心呐。几个娃也玩得很是开心，不过到底是小孩，熬不了太久，所以最后赵恒他们又拉着一马车的孩子回了杏花街。有贵客来了。贵？切，我看是贱。半个时辰后，老药王收回了自己的手。你中了毒，看样子约莫有10几年了，时间很久了，竟然现在还没消除，这毒厉害得很呐！你这是得罪了谁呀？老药王，此话当真？当真有10几年了？我一直以为是5年前来京城的时候才被下的毒。10几年了，待会儿让我家夫人给你诊断一下，绝对不止5年。10几年前他爹还活着，他从未进京，也没有接触过滇南以外的。不对，他18年前成了亲，妻子是京城没落家族的嫡女，因娃娃亲，但是更因为他对他一见钟情，所以就成亲了，也就是现在的滇南王妃。他勤俭持家，与他恩爱至极。那些侧妃和姨娘不过都是障眼法，难道给他下毒的会是自己最爱的女人吗？就在滇南王崩溃的时候，宋氏也来了，他给滇南王把了脉，结果跟老药王一样，只不过比他的数据更加细致一些。将近20年了，而且中毒的媒介应当是男女房事，下毒人应当是以自身养毒，过给你以后啊，自身便无事儿了。且这毒平常不显现，应当是你们分离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的，这也为下毒人摘干净了自己，你应该心中有数了。毒可以解，不过要等我配药，你也需要给我一点血。这个我最爱的女人可能是一条毒蛇。滇南王近乎崩溃的道：抱歉，无法感同身受，毕竟我夫人是自小认识的，太熟了。滇南王一脸无语地看着赵恒。行了，赶紧滚蛋吧，解药配好了找你，一切从长计议，回到滇南再收拾不就可以了？都快40的人了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你成熟一个我看看。就在这时候，一只毛茸茸的长毛狗朝着赵恒这边跑了过来，好似是朝着一个方向拽。一看长毛这模样，赵恒立即跟着狗走了。我他娘的还在伤心呢，他去哪儿了？
滇南王一脸崩溃地朝着王春娘问道。王春娘耸肩：王姐，我给你找个小白脸吧。王春娘还没有回答呢，赵恒的声音从院子里传了过来：不幸福的人才喜欢当搅屎棍呢。赵恒跟着长毛来到阿宝院子里的时候，长毛没有带着赵恒往屋子的方向走，而是咬着赵恒的袍子，带着他往自己的狗窝去。赵恒走过来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阿宝又睡在了狗窝里。长毛见赵恒站在那里没有动静，他就跳进了狗窝里，两只前爪扒拉了一下，一个小酒坛就滚了出来。赵恒最后只得将阿宝给拎了出来，带回了屋子里。阿宝怎么了？偷喝了果酒，睡狗窝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，他没事。见此，王春娘回了屋子，书房里又只剩下赵恒和滇南王了。赵好啊，你说我为何如此命苦？我回滇南以后要如何处置他？弃我去者不可留。可是我舍不得呀，我们结发夫妻这么多年。那你就成全他，自己去死吧。你怎么如此无情无义？你当年到滇南可是我给你带路的。你爹去世之前呢，你那几个黑心的叔父是我帮忙解决的，按理说你还欠我一些人情。滇南王最后也不作了，若非此次你帮我找老妖王把脉，只怕我整个滇南王府都要葬身在阴谋之中。你说你装软弱装了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来一次硬的了啊！此次回滇南，你可以利用王妃一事大做文章，京城这边非但不敢压你，反而还会安抚你。当然，送你一个新的王妃可能性很大。滇南王点头。对了，你那个闺女是啥时候生的？怎么养得那么胖啊？京城这里不是以瘦为美吗？前些日子生的。啊？她自己吃胖的啊，我们可没干涉。赵恒显然是不想搭理这人了。你可以滚蛋了。行吧，等你们以后来滇南玩。滇南王瞧见夜色深了，他也得赶紧回去了。赵狗，我刚才听见你说你闺女睡过窝了，我闺女就不会。哎呀呵，滇南王府啊，怕是养不出我们家这样的好孩子，抠抠搜搜连吃的都不给。你干脆说我闺女没你闺女胖不就行了？滚吧滚吧滚吧！一大早的，江婷站在赵家的前厅等着阿宝来吃饭。结果阿宝被赵轩拉出来的时候，江婷就看见阿宝的脸上好像破皮了。大哥，阿宝这是磕的吗？哦，刚才磕的，已经处理了，只是今天要不漂亮了。吃饱饱就好。娘亲说我是京城最好看的小孩。赵轩点头，他知道娘最近为了阿宝自信，时常跟他说这些话。昨晚你是从哪儿偷的果酒？阿宝一听，顿时有些手足无措，他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。你不说话？那今天就别想去驿站玩了。姐姐，你看，我都伤到了。哎呦，都伤到了啊！这多亏你哥去的早啊，这你哥去的晚点，伤口都自己愈合了，是不是？说，在哪儿拿的果酒啊？康康给的。我不能说康康的名字，我们是一伙儿的。赵恒看向江婷，也给你了？给了，但是我没喝。姐姐，康康说了，这个就是给小孩喝的，喝了能更开心。我本来不想喝的，小哥哥说帮我保存，但是我昨天很开心，我想更开心。然后你就睡在了狗窝里。是长毛邀请我过去睡的。那胖胖怎么不邀请你呢？胖胖的猪窝不是更大吗？你就是嘴馋。哼，等梁康他们来了，我再收拾你们。阿宝看向娘亲，娘亲低下了头，又看向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也是看向小哥哥，小哥哥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说话。见他东张西望的，
赵恒直接伸筷子将他碗里的肉给夹走了。原本还在东张西望的胖墩墩顿时炸锅了，嗷嗷地喊了起来。刚走到赵府门口的小伙伴们，阿宝是不是又挨打了呀？怎么一大早动静这么大？大过年的打小孩不好吧？干爹打小孩从来不看日子的，不行，我得爬过去听一听。你听啥听？我们干脆别进去了，万一干爹生气连我们也揍怎么办？你们几个都给我滚进来！听见赵恒这样说，梁康几个人也不敢在门口待了，赶紧嗖嗖地朝着院子里跑了过去。赵恒瞅着站成一排的几个娃，康康昨天发果酒了？是的，干爹，是在我们家库房里珍藏的，都是好东西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做生意的人就得讲诚信，要不然发不了财的。众人无语了，说果酒就果酒，怎么又谈到经商发财了？小孩子不能喝酒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赵恒说这话的时候还看向了阿宝，阿宝手里的大勺子也握不住了，见爹爹一直盯着自己，他只得很是自觉地从椅子上爬了下来，乖乖地站在了几人的旁边。所以干爹，你要揍我们了吗？梁康叹了一口气，问完这话以后就很干脆地转过了身子，朝着赵恒撅起了屁股。一看见梁康这架势，阿宝立即捂住了自己的小屁屁。康康，爹爹没有说要打屁屁的，你赶紧转过来哇！阿宝虽然经常脑袋转不过弯来，但是线下这情况他也是清楚的，一旦康康挨打，自己也免不了的。干爹，我们没有喝呀，我跟我哥回家就把那果酒给藏起来了，也没有被我爷爷发现。大丫二丫怎么这么笨？干爹都要打小孩了，肯定是阿宝喝了。阿宝喝了果酒以后，说不定还祸祸其他人了。阿婷，你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？江婷想了想，到底还是没有说话，而是也站到了康康他们的旁边。好兄弟，干爹，你们也在吃这个酱肉了呀？这个酱肉可好吃了，我娘说了，等改天去找大喜娘亲学学。大丫赶紧捂住了二丫的嘴。干爹，打我们吧！赵轩和安平瞅了瞅梁康，安平以他这么久以来做裁缝的经验来看，他凑近赵轩，很小声的道：阿轩，我觉得康康这样子应该是穿了很厚的棉裤，要不然衣服不会这么鼓。赵轩看了过去，果然这一排小孩里边，除了梁康的衣服臃肿，就是阿宝了。赵恒哪里看不懂小孩的心思呢？哼，你们方才不是说了吗？过年不能打小孩，那我也不好意思动手。那就这样，你们今天上午就去书房抄50张大字，行吗？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动手的大人呐。梁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就朝着赵恒的腿上扑了过去。哦，干爹，求你打小孩吧，求求你了！小样，吃了饭，麻溜的，都去给我写大字。这群孩子们的命门在什么地方，赵恒是最清楚不过了。赵府书房，阿宝，以后你不能睡狗窝了，要不然咱们还得挨打。康康，你说的不对，阿宝错在不该喝酒，不是睡狗窝。你们不是也睡过长毛的狗窝吗？江婷一直没有说话，就安静地坐在一边写大字。阿宝自己觉得无聊，又不想写大字，就开始打起了歪主意。小哥哥，你能不能帮我写一招啊？不能。阿宝也不气馁，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出了一个金瓜子，放到了江婷的面前。这个给你。谁料下一秒，江婷掏出了2个金瓜子，递给了阿宝。这2个给你，你老实自己写。阿宝，你赶紧的写啊，咱们下午还要去驿站呢。我娘今天给我准备了不少小孩背的布包，咱们卖完烤肉就去卖布包。对了，大喜，你们家的萝卜干都收拾起来了吗？昨天好多人想买萝卜干呢。我娘都给我装好了。书房的窗外，梁少爷以后是个做生意的料。哪家掌柜的自己棉裤裂了都不知道？果然
可能是因为棉裤太厚，而他又来回的窜，所以棉裤好像是裂了一块。阿宝，你衣服是不是又裂了？没事啦，哥哥会帮我缝的。都是爹爹，爹爹要是不罚我写字，我就不会弄坏衣服了。阿宝，你这样不对，我爹说过的，你这样的行为叫做，哦，我记起来了，叫拉不出屎怪茅坑。窗外，九毛看向赵恒，不敢说话。这群娃说话呀，是越来越糙了。赵恒隔着窗户朝着阿宝看了过去，只见阿宝虽然笨拙，但也老实的在写大字。要是忽略他那咧着的大嘴就更好了。今晚我还要去吃，我要去喝羊肉汤，我都准备好一个大碗了。你拿那么个大碗做什么？我们带好钱就好啦。几个孩子都觉得昨晚跟着干爹蹭吃蹭喝还赚了银子，今晚感觉怎么着也该交钱了吧。我跟我爹爹去要饭啦。还要饭要上瘾来了是吧？这是。鉴于对要饭的迫切，几个娃说了一会儿话，就开始忙活起了写大字，都没用上一上午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赵恒快步走进了书房。赶紧的啊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尽量在1刻钟之内吃完，吃完了之后咱们就去驿站。干爹这么着急啊？九毛直接将梁康给抱了起来。梁掌柜，这里请吧。开心的梁掌柜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裤子裂了，毕竟太厚了，所以他根本察觉不到。姐姐，我的大碗呢？给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一人一个啊。赵府的马车刚走了不到半刻钟，大太监他们已经到了杏花街街口。他们故意比平常的饭点早来了1刻钟，务必要在赵府行动之前阻止他们去驿站。毕竟今天一大早的，包括滇南王、莫西王在内的人都去找了皇上，诉说着赵恒的恶状，对赵恒表示了强烈的谴责。众人都不想在驿站再看见赵恒了，所以大太监只得赶紧来宣旨。可是等他到了赵府的时候，却被告知赵恒的马车早就去了驿站。那你们家大小姐他们也都跟着去了？不仅大小姐的玩伴们都去了，整整1马车呢。故意的，这赵恒肯定是故意的呀。公公不妨去驿站找我夫君，他就带了1个侍卫，剩下的都是孩子。大太监瑟瑟发抖。孩子也很可怕呀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大太监在赵府门口踟蹰的时候，赵恒已经带着孩子们到了驿站。